母亲，我已经怀了允堂的孩子。我想起来了，这2个半月之前的事儿还历历在目呢。那天玉婉跟允堂吵架，之后就去找了周廷琛。哎呀，回来以后这小两口就磕磕绊绊的，一见面就跟乌眼鸡似的。这个孩子，莫非就是那个孽种吗？大嫂，这样昧良心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我记得二少奶奶在4个月前跟二少爷卿卿我我的，但那以后就没在一处，是不是大夫搞错了？只怕是医生没有搞错，是玉婉你搞错了吗？怎么能让这种孽种当成我们杜家的嫡孙呢？允堂知道真相，是不是他的孩子？他最清楚。从来这个红杏出墙的女人呐，就会用拖字诀。你们颠倒黑白。涂玉婉，我恨不得让允堂一纸休书扔在你的脸上。即便如此，我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，不会听几个长舌妇的闲话，就冤枉了名门望族出生的儿媳妇。荷花太太，叫她的丫鬟素汐过来对质。是。素汐，大少爷，你可不要欺人太甚，小心我告诉太太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大少爷喜欢你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急什么呀？哎，这是给允堂熬的，还是给你家二少奶奶熬的？这是给我们家姑爷熬的。哦。火候过了，走味儿了。火候好着呢。你看你，跟你说你还不相信，不信你尝一尝，火候肯定过了。尝就尝。是有点早了，辣得很。这火候真不对吗？你看，大少爷跟你说你还不相信，跟你家二少奶奶一样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素汐，大夫说你家小姐怀的是孽种，太太叫你过去问话呢。什么？你们胡说！这么欺负我们家小姐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这孩子要是孽种，也是你们杜家的孽种！住手！现在还轮不到你打的份儿。哼，素汐，你现在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2个半月以前，童玉婉去见了周廷琛，他们2人到底有没有私情？太太，我家小姐确实见了周廷琛，可是没。素汐，怎么了？素汐，说话呀，说话呀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说不出话来了，也太突然了。这孙悟空的72变也没你变得快呀。母亲，素汐可能得了疾病，您快找大夫给她看看吧。到底是世代的贵族人家，掩饰丑陋的招数，可比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可高多了。就连一个小丫头也会公然有装聋作哑的本事，可真不简单啊！母亲，好了，你的贴身丫鬟的哑病来的真是时候。既然不能开口说话了，荷花，
把他带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他可能真的吃错东西了。走吧，苏西，快走吧。童玉婉，母亲。童玉婉，如果你现在承认了，我最多让允堂给你一纸休书。如果你不承认，流言蜚语要是传出去，你额娘真的就是白死了。母亲，那天我回到杜家，是允堂暴怒，他强迫我的。放肆！你不会再说你的丈夫品行有问题吧？啊？强迫你？作为一个妻子，竟然说自己的丈夫强迫自己？你配做太太？你配做太太吗？你是在为你跟周廷琛在狡辩吧？只有允堂知道真相，他一定会给我证明的。允堂，允堂，开门啊！允堂，替我说句公道话，还我清白啊！允堂，允堂，你让开，我要去见允堂。允堂是不会再见你了，有什么话说吧，我会告诉他的。你不配。我要去见允堂。哎，二少奶奶，你也不是平凡女子，敢做就要敢当嘛。听我一句劝，你就认了吧。认什么？你以为我不屑于争辩，就可以随便血口喷人吗？哎，允堂，允堂，你这样大叫大嚷的，10个允堂都被你吵醒了。他不是没听见，他是不愿意看见你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二少奶奶，你也是大家小姐，何必学小门小户的弃妇，哭哭啼啼的不肯走呢？趁着现在还有些个面子，赶紧上车回娘家吧。是啊，再晚一些，怕是要被人拿扫帚给扫出大门了。我以我额娘的名誉发誓，我童玉婉如果做过苟且之事，天打五雷劈。杜允堂，在你还我公道之前，我绝不离开杜家，谁也休想赶走我。